他疯了！快跑！他疯了！快跑！他疯了！快跑！打死你，臭女巫！傻女巫！打死这个小姑娘怎么干出这么残忍的事儿？可恶的女巫！这是什么小姑娘？都是女巫！邪恶的女巫！哎，殿下可真是日理万机呀，连下个裁决的时间都抽不出来。巴特，你说，殿下这次能起得来床吗？啊？也对，咱边陲镇地远人稀，又有女巫作祟，殿下怕是不想久留啊。哼，不如赶快回瑰宝去吧。啊？蒂尔，巴洛夫大人，殿下呢？殿下还睡着。哎，殿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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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时间了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醒醒，醒醒！殿下，殿下，这里是行女巫的时间到了，所有人都在等着您的裁决。啊？裁决？什么裁决？我是在做梦吗？殿下，这种真实感。啊！殿下，你，殿下，你没事吧？巴洛夫，你叫巴洛夫？是，殿下，是的，是我，您的仆人巴洛夫。殿下，出行的时间到了，我们出去吧。哦。先静观其变吧。啊，殿下，你怎么了？殿下，咱们快走吧。我到底经历了什么？王子殿下要出来了！
王子殿下，王子殿下，王子殿下，苏静，苏静，快绞死他！绞死他！女巫。殿下，请尽快下达裁决。她就是你们说的女巫？是的，殿下。狩猎女巫？不行，这太荒唐了。困了，改天再盘。今天都散了吧。殿下，殿下，这不是开玩笑。女巫身份一旦确认，就应该立即处死，不然会招来其他女巫的。卡特兰尼斯。是，殿下。我的首席骑士。是。你不会害怕了吧？多来几个女巫，一网打尽不是更好？可是，王子殿下，为什么不绞死女巫？一个不着调的王子，一块不起眼的领地，一个未开化的社会，一个蒙昧而黑暗的时代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王权争夺战。我又能在这方乱世中做些什么呢？既来之，
则安之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罗兰·温布顿了。早上好，殿下。殿下，您找我？巴洛夫，坐。啊，谢谢。殿下，您昨天为什么不下令行刑？此事非同小可，拖不得呀。哦，怎么说？有卫兵报告，西边森林发现疑似女巫的踪迹，他们在那儿找到了这个圣山和魔眼之印，是女巫共助会的徽记。女巫共助会是什么？一个女巫的组织，在她出现之前，女巫们都是单独行动。但共助会不同，她想要把所有女巫都聚集起来，一同寻找所谓的圣山。你说圣山？有传言说，他们只有前往圣山，才能获得永远的安宁。为了这个目的，共助会甚至主动引诱他人变成女巫。碧水港去年不是有女婴集体失踪吗？传言就是他们干的。你是担心共助会听到他没死，跑来救他？正是如此，殿下。那群疯子连婴儿都会偷，恐怕不会放过一个已经堕落的伙伴。殿下，您得尽快处死那个女巫，把她的同伴引来就麻烦了。一旦有谁变成女巫，她就会获得可怕的力量，即使是骑士们也难以匹敌。你说力量？那是什么样的力量？你们又是如何抓住她的？前几天北坡矿洞塌方，他使用了巫术，暴露了身份。什么样的巫术？他释放出邪恶的火焰，烧死了一个人。受害者像被融化了一样，头和大半截身子平摊在地上。您是不会想看到那样的场景的，所以殿下，咱们还是趁早把那女巫给带我去见见她。是什么？您要见那名女巫？没错。殿下，殿下，等等，殿下。不过，为什么是绞刑？啊？处死女巫，一般来说，不都是用火刑吗？啊，是吗？可是，他不畏惧火焰呢。殿下，这样做太危险了。对方可是一名邪恶的女巫，就算她被神罚之所困住，也不一定能保证安全。不敢直面邪恶，又怎能战胜邪恶？我以为我的首席骑士明白这些道理。那也要量力而行，鲁莽不等于勇敢。所以你是说，遇到弱敌可以伸张正义，遇到强敌就该视而不见？不，殿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要紧张 ，cut， 退下。可是，殿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边陲镇的领主，辉宝王国第4王子罗兰·温布顿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安娜。安娜小姐，矿区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想请你详细的告诉我。我父亲是一名矿工，
矿区塌方的时候，他正在里面工作。我跑进矿洞去想找到他。由于塌方，我的父亲被倒塌的石块压住了腿。和他一起逃的另一个矿工，想要趁机抢走他身上仅有的几个硬币。那是我父亲半生的积蓄，是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的全部依靠。所以，我父亲拼死也要反抗。就在我找到他们的时候，我看见那名矿工举起了铁镐，想要杀死我的父亲，所以我只好杀死了他。那你又是如何被捕的呢？有人告发了我。告发？是什么人告发你的？是他的父亲，殿下。什么？你说，告发他的是他的父亲？大概是为了赏金吧。发现并举报女巫者能得到25枚金龙的奖励。对于一个摔断腿的人，这相当于下半辈子的保障了。对方是一名成年男子，你是如何杀死他的？就是你们说的魔鬼之力。是吗？魔鬼之力，可以让我看看吗？殿下，殿下，他现在只是被神罚之时压制住了，一旦解放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您是第一次见到女巫吗，大人？您的好奇心可能会害死您。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邪恶的魔鬼，那么死的不应该是我，而是你的父亲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你要做什么？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您在干什么？来吧，你究竟是一个可怜的女孩，还是一个演技高超的魔鬼？让我看看吧。殿下！殿下，快离开这里！不可能！等一下，你看，啊，这时候有什么好看的？火焰，火焰没有烧出来。啊！他在有意识地控制火焰，他没有要伤害我们。殿下，殿下。大人，您的好奇心满足了吗？现在可以杀死我了吗？不，安娜小姐，我想聘用你。热力学第2定律：不可能把热从低温物体传到高温物体而不产生其他影响，或不可能从单一热源取热，使之完全转化为有用功而不产生其他影响，或不可逆构成中，熵的微增量总是大于0。摆脱熵增的困扰，还能无中生有，
女巫的力量真是方便。进来。早上好，殿下。巴洛夫，我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已经办妥了，殿下。女巫已于午时被绞死，犯人戴着头套，没人发现异常。很好。接下来，你准备些资料给我。是，您说。我要边陲镇近10年来的贸易、税收和固定支出的汇总财务报告，还有，我想想，还有城里的那些作坊、铁器、纺织、陶器这类，你统计下数量和规模，给我一个详细的报告。还有边陲镇的人口分布、职业分布情况。您要那些做什么？你别管，给我就是了。我知道了，殿下，你是终于要认真对待征往令了吗？征往令。戈隆坐镇军事重镇寒风岭，提费科掌管经济中心金穗城，加西亚控制贸易港口碧水港，提利运营文化中心荧光城，而我却被打发到穷山恶水的边陲镇。巴洛夫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认为我获胜的几率会有多大？没关系，诚实地说。是，其他殿下的封地都是各有所长，相比之下，边陲镇实在是很难有所成就。再加上殿下您以往的表现和在王都贵族圈子里的人望，实在是说不上什么胜算。说得不错，所以我只能换一种方式给父王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巴洛夫，我再问你，是谁在统治这个国家？这，当然是辉宝王室温布顿家族，殿下。那只不过是表象。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不在辉宝，而在这里。圣城赫尔梅斯。倘若只有被教皇加冕的人才被视作合法的国王，那世俗政权就不过是神权的傀儡。无论我的兄弟姐妹将领地治理得多么繁华，最终依然是教会的囊中之物。若我可以创立一个不受教廷约束的王国，王位就非我莫属。巴洛夫，你一直是忠实的王室拥护者，看不惯教廷对世俗政权的过度干预，对吧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是教廷的力量根深蒂固，又有国民的支持，要怎么做才能？国民对教廷的支持源于教廷的谎言。如果我们能证明教廷在说谎，他们就不会再支持教廷。比方说，女巫其实并不是邪恶的化身。所以您才要救下那名女巫？巴洛夫，你当了20年助理财政大臣，对吗？是的。如果我在征王令中获胜，你的助理2字就可以去掉了，或者更进一步，比如国王之首。巴洛夫，不要质疑我的决定。殿下怎么说？你怎么了？巴洛夫，你到底有没有好好劝他？有没有在听我讲话？女巫这事不对劲。不止女巫这事不对劲，连罗兰殿下本人都不对劲。不对劲，这事很严重。万一消息走漏，让赫尔梅斯知道了，咱们麻烦大。你别走啊，把话说清楚啊！合同，我不明白。就是一份契约，只要您在最后一页签名，您与殿下就是平等的雇佣关系了。平等，雇佣？是的，这是殿下特意要强调的平等。您提供劳动，殿下付您报酬，每个月1枚金龙。这比我父亲1年的收入还多，没有写错吗？您的报酬是罗兰殿下亲自裁定的，不会有错。那王子他要我做什么呢？
像我这样的人。安娜小姐。怎么样？昨天睡得好吗？很好。那真是太好了。你经历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，本该多休息几天，但时间实在紧迫，只好以后再补偿你了。怎么了？我不明白，殿下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指什么？为什么要救我？还有，那份合同，你又想要我做什么？多美好的下午啊！一起走走吗？啊！殿下，你为什么要救下我？我杀了人，我理应受到惩罚。你是说从一个劫匪手里挽救你父亲的生命？我认为那只是一种自保，你做了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情。可是，就算大人宽恕了我的行为，我是一名女巫，是邪恶的、魔鬼的化身，那是无法抹除的原罪。安娜小姐，这朵花送给你。谢谢。柑橘很漂亮。是，不过你可知道柑橘这种花是有剧毒的吗？啊！骗你的。柑橘怎么会有毒呢？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吗？可刚才我说它有毒，你还是下意识地放开了它。柑橘还是那朵柑橘。本质并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我们对它的看法。您的意思是，女巫也是这样的吗？嗯，没错。在我看来，女巫的力量就和这朵花一样，都是自然的产物，本身并无善恶之分。什么魔鬼啊、不洁啊，都是人们对她的看法。既然是看法，就可以改变，不是吗？殿下，您还是想得太简单了。这种力量真的很恐怖。教会说的没错，女巫的力量就是魔鬼的力量，女巫都是魔鬼的化身。这股力量会害死所有靠近我的人，你应该立刻处死我。如果你一心求死，没有人能阻止。但是死亡并不能解决问题，只是逃避而已。你的父亲并不会改变对女巫的态度，你所失去的一切也不会再回来。或者，你也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路，和我一起创造一个女巫也能自由生活的新世界。在那个世界，你不必担惊受怕，不必躲躲藏藏，更不必隐藏自己的力量，以自己的身份为耻辱，而是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人生，用你的力量去造福大众。在我看来，那足以改变这个苦难的世界。就像这朵柑橘，它的花语是苦难中最坚强的力量，那绝不会是魔鬼的力量。我给你的那份合同，就是想请你和我一起去做这件事情。我想回去念书，和大家在教室里朗读，在田间唱歌，将来成为像卡尔老师一样的人，每天和孩子们在一起，教他们读书写字。殿下，真的会有那一天吗？会的，只要我们一起努力。
愿意去尝试一下。我要怎么做？首先，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。今后，这里就是你的训练场。你要完全的掌握这种力量，温度、角度，从各个方面随心所欲的控制。但是，你不要再烧坏你的衣服了，或者其他任何东西。昨天晚上我看了去年的产业报表，发现边陲镇唯一可称得上有规模的产业就是矿石开采，其中不仅有建筑用的石料，还有不少金属矿石，宝石的数量也十分可观。可再看这份财务报表，去年的财政收入几乎为零。不仅如此，贸易记录中也仅有数笔矿石买卖和一些铁制品交易，都是和柳叶镇之间进行的。这些微薄的收入，仅够支撑市政部门的支出。大部分的矿业产出根本就没有记录，镇民日常生活和税收相关也不见踪影。这么来看，边陲镇没有农业生产，全员都从事矿产工作，那他们每天的食物又是如何解决的呢？殿下，您昨天夜里一直在看这些报表吗？这么多报表，您一定……啊，是啊，花了一点时间。之前我对我的领地了解太少了，把各种事情都扔给你，自己一个人沉迷在花天酒地里。对不起，辛苦你了。殿下，接下来我会承担起我该做的事，请你尽全力辅佐我。谨遵殿下吩咐，我定然竭尽所能。殿下，其实到去年为止，边陲镇所有产出的矿石都用来和长歌要塞交换粮食了。交换不是出售吗？在长歌要塞眼里，边陲镇不过是要塞的产业，只要给一点口粮，让工人们可以继续工作即可，根本不配作为贸易的对象。在您来之前，原本边陲镇的领主包利斯男爵，他一直遵守要塞的命令，将矿产全部交给要塞，换一点口粮回来而已。包利斯男爵，我对他有印象，阴阳怪气的家伙。我来抢了他的领地，他对我不满，倒也可以理解。不过照理说，边陲镇既是他的领地，那就算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也应该会希望用公平的方式来进行矿石交易吧。这些矿石价值可不菲。包利斯和他手下的骑士以及其他一些贵族，虽然名义上是边陲镇的领主，事实上都在长歌要塞有房产，自家的利益和产业都是和长歌要塞挂钩的。他们从来没有打算经营边陲镇，而仅仅是作为要塞的监工而已。他们才不会在乎这些，只要将矿产拿去交换粮食，完成任务即可，而且要塞也会给他们分红。说是交换，都言过其实。
因为无论上交多少矿石，给过来的粮食也都只够维持生存而已。镇上的日常开销还要靠那一点点和柳叶镇的贸易，要塞是1分钱都不出的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立即停止和要塞的交换。那我们以后的粮食问题怎么办？边陲镇将开始真正的贸易，把已经装船的矿石全部卖到柳叶镇，用货币结算，然后直接在当地购买粮食。可是，柳叶镇如果不买怎么办？毕竟从来没有过如此大宗的矿石买卖。我们可以以低于市场价5成的价格卖给他们，在如此大的利润面前，他们不会不买。5成？没错，我们就可以立即获得一笔可观的启动资金，并且迅速占领市场。可是，如此低廉的价格，那以后怎么办？以后我们就不一定非要卖给柳叶镇了。看看这张地图，巴洛夫。边陲镇是赤水河的源头，而赤水河贯穿全国。在我们有了一定数量的船队之后，不只是柳叶镇，我们可以顺着赤水河把贸易做到全国各地。赤水河将成为我们边陲镇的丝绸之路。可是殿下，边陲镇不产丝绸啊。我只是打个比方了。总之，我们可以通过赤水河全面扩展我们的贸易对象。殿下，开拓贸易是件好事，可是，一旦这么做，就等于从要塞嘴里抢食。这么一来，等到冬天，他们恐怕就不会收留我们了。收留？为什么我们要去要塞过冬？殿下，您怎么连这个都忘了？冬天可是有邪魔之月呀！邪魔之月，每年入冬的第一场雪落下之后，龙脊山脉中的地狱之门便会打开。边陲镇西边迷雾森林里的野兽受到魔鬼之力侵蚀，会变成凶猛且嗜血的邪兽。它们会成群地冲出迷雾森林，向东方进攻，所到之处生灵涂炭。边陲镇是没有城墙的，我们无法抵御邪兽的进攻，所以每到冬天，边陲镇的居民就必须要全员搬去长歌要塞避难。凭借要塞高大的城墙和精锐的骑士团，才有可能抵御邪兽的进攻。直到第2年开春，邪兽退去，才可以返回边陲镇。每年冬天，边陲镇的居民都要迁徙一次。也就是说，不解决邪兽问题，就无法在边陲镇立足，发展贸易，对抗要塞，甚至征王大业都无从谈起了。把卡特叫来。殿下，您要的人我找来了，他们都在边陲镇待过5年以上，都经历过邪魔之月。这2人是边陲镇的巡逻队长，每年邪魔之月的烽火都由他们负责燃放。那位猎人，他说他和邪兽交过手，并亲手杀死过2只邪兽。燃放烽火的流程是怎样的？是，尊敬的王子殿下，如果邪兽穿过迷雾森林，我们就去。好了，你别紧张，放松一点。你来替他说吧。是。我们巡逻队的岗哨就驻扎在龙脊山脉的南坡上，山脚下就是迷雾森林。巡逻队每到深秋就会随时注意迷雾森林的动静，一旦发现邪兽踪迹，我们就会立即点燃烽火，然后在赤水河乘坐快舟撤离到要塞会合。快舟？在水中不会受到邪兽的攻击吗？是的，殿下。赤水河水流湍急，水又很深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从未发现过一起邪兽渡过赤水河的案例。龙脊山脉上的烽火台距离赤水河边很近，我们腿脚利索，一般不会有什么危险。邪魔之月会持续多久？大概2到3个月不等。边陲镇一旦下雪就不会停，直到重新放晴，雪才会化掉。要等到雪化，邪魔之月才算结束。我经历过最长的一次邪魔之月是在2年前，那次持续了近4个月。由于饥饿，很多人没能挺过那个冬天。饥饿？你们不是躲在长歌要塞吗？要塞。他们按照我们上交的矿石量来给粮食，省着点吃，最多只能支持3个月。第4个月的粮食要等新一批矿石到了才能发放。可邪魔之月还没过去，我们根本无法回到边陲镇开采矿石。最后的那1个月，
他们是看着我们饿死在整个要塞里的。你说你曾经亲手杀死过2只邪兽？是的，殿下，我杀死过1只野猪种和1只狼种。野猪种、狼种，什么意思？邪兽也是由正常的野兽变异而来的，变异会加强它们某些原始的本能。变异前越凶猛的动物，变异后就越难对付。比如野猪种，它背部的皮毛极为坚硬，50米外连弓弩都很难穿透。狼种则奔跑速度惊人，想要杀死它，必须提前设置陷阱。强得更强，快得更快，但它们仍只是动物，对吗？正是如此，所以它们并非最可怕的敌人，真正可怕的是混合种，它们才是魔鬼的化身。只有地狱才能创造如此恐怖的妖兽。混合种，你见过吗？它如雄狮般强壮，还长着一对雄鹰的翅膀，能短距离飞行。它知道你在哪儿，不管怎么躲藏，它都能靠敏锐的嗅觉找到你，戏耍你，就好像在享受猎物垂死挣扎带给它的快感一般。这样的怪物应该不多吧？是的，殿下，每次邪魔之月只有2、3只，还好它们虽然有翅膀，但是只能低空滑翔，不然连长歌要塞的城墙都拦不住它们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一直低着头，抬起头来？他是莫金族人，一个流亡的沙弥，殿下。沙弥。不论是什么人，只要在边陲镇，就是我的子民。抬起头来，告诉我你的名字。我叫铁斧。干得好，铁斧！你将为你的勇敢获得回报。还有你们，感谢你们的付出和情报，你们每人都会获得10枚银狼的奖励。先下去吧。是，谢谢王子殿下。卡特，是。跟我出去一趟。是，殿下。每到入冬第1次发现邪兽的踪迹，巡逻队就会点燃烽火台。然后，他们就快速下山，冲向最近的赤水河岸边。卡特，你估计从这里到河边，大概有多远？大概有2000尺左右。殿下，恕我直言，您考察这些东西做什么？难不成您打算在边陲镇过冬吗？没错。不仅我不会走，边陲镇2000多居民也不会走，所有人都将在这里过冬。这太疯狂了，殿下！我们的卫队只有几10号人，如何能够防御邪兽的进攻？您的城堡也没法容纳全镇2000多居民啊！只有长歌要塞才能容纳我们这么多人，同时还可以抵御邪兽的入侵。好了，卡特，我当然不想死在这儿，也不会抛弃我的子民。这里就是我们的战场，我们就在这儿击溃邪兽，保卫边陲镇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们将在这里防御邪兽，我们将在这里建造一堵最坚固的城墙。早在辉宝的时候，四王子罗兰·温布顿就恶名远扬，花天酒地，不学无术，毫无贵族风范，诸如此类。比起他的4位兄弟姐妹，简直是天差地别。哎，怎么会把我派来辅佐他参与征王令呢？如果不是陛下承诺征王结束后将任命我为正式的财务大臣，我才不会到这个鬼地方来呢。然而事情开始起了变化，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大概就是从救下那名女巫开始吧。
楼兰殿下展现出了清晰的头脑和宏大的战略思维，巧妙地避开自己的困境，直击神权统治的本质，利用女巫将目标直指教廷赫尔梅斯。我本以为那只是毫无基础的大话而已，可接下来殿下彻夜研究财务报表，制定贸易策略，还提出什么丝绸之路。虽然搞不清这些词是哪里学来的，不过能有长远的大局观，又能将眼前的重点精准地放到边陲镇的发展上，这还真不是毫无根据的空谈。可是，如果熬不过邪魔之月的话，一切都还是会归于泡影。听卡特说，殿下现在打算建造一堵城墙，还有3个多月时间就要进入冬天了。即使只有2000多尺，照理也是绝无可能的。不过，王子殿下已经给了我这么多惊喜，还有3个月，万一真做不到，到时候再跑也来得及嘛。殿下要如何在3个月内建造一堵城墙呢？接下来的发展越来越有趣了。写在这儿。还有，小心点儿，运到那边去。好。你去北山的矿洞，弄一车石灰石过来，还要一车粘土，像这个样子。然后找人把它们打碎成小块，尽量混合，均匀的铺到烧直间的矿坑里。剩下的事情交给安娜小姐。卡特，找人来把这些熟料打碎，按10:1的比例掺入石膏磨成粉。殿下，这是要做什么呀？炼金工房的新配方。啊！殿下，都按您说的准备好了。您到底想做什么呀？安娜小姐，这次换我给你表演一次魔法。殿下您
也会用魔法？是啊，一种名为科学的魔法。科学？卡特，你将这些粉末和上水，然后浇筑到那边那些石头上，从缝隙里灌进去，均匀地把石头之间的缝隙填满即可。明天，它们就会变成一堵坚固的城墙。啊？您开玩笑吧？安娜小姐，你相信吗？不论您说什么，我都相信您。照我说的做吧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是，殿下。去，卡特，试一下它的强度。这真是太神奇了，殿下！有了这个，咱们城墙想建多快就建多快，5年内建出一道国界城墙也不在话下，还能用它加固这座城堡，成为辉堡最坚固、最安全的城堡。不止城堡，我们要用它来建造更多的东西。更多的东西？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殿下，您说什么？我们要用它，为大家建造一个更美好的家园，让每个人都能住上坚固的房子，风雨和暴雪也无法摧毁它们。安娜小姐，从今天开始，请你每天都烧制一批。是，殿下。卡特，你负责城墙的施工，务必在3个月内建造完成。是，殿下，交给我吧。哦，对了，请问殿下，这种神奇的炼金药粉叫做什么？水泥。这是……怎么回事？那么多天了，工程进度怎么这么慢？而且歪歪扭扭的，上面也不好站人。别说抵挡邪兽了，下场雨就垮了吧？对不起，殿下，是我的责任。殿下，恕我直言，卡特毕竟没有做过这种事。这2000多尺的城墙，如果没有一个有经验的建筑师主持大局，即便这种名为水泥的炼金药水具备如此神奇的功效，只怕也是很难达到殿下的要求。我们需要一位真正的大石匠才行。大石匠，你马上去招募，酬劳多少都行。可是殿下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边陲镇真的没有这种人才呀。那就去长歌要塞找，去柳叶镇找，哪怕是回辉堡，也得把人找到。卡尔老师，我也变成女巫了。兰伯特先生，请您过来一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请您来帮我们看一下这张告示，听说是王子发布的。这上面说的什么呀？辉宝王国第4王子罗兰·温布顿诏令，现紧急招募以下人员：岁10人，要求男性20至40岁，身体强壮，每天报酬25枚铜银。
泥工匠性别不限，18岁以上，有砌筑经验，每天报酬45枚铜英；杂工要求男性18岁以上，每天报酬12枚铜英；大石匠性别不限，年龄不限，要求曾参加过市政建设、要塞、大型工事之人皆可，每月报酬1枚金龙。经验丰富、表现优异者可授予官职。辉宝王国4王子罗兰、温布顿。我听错了，还能当官呢？这说不定能天天见到王子殿下。冯布特先生，冯布特先生，这么快就有大石匠来应征？你不是说很难找吗？我也很奇怪，那人明明是本地的教书匠，却自称有从事大规模建筑工程的经验。殿下，您要见吗？当然，带他进来。你就是来应征的大石匠？是，殿下。鄙人名叫卡尔·范伯特。我听说，之前你在镇上教书，只不过是教孩子们认识自己的名字，殿下。那你凭什么来应征大石匠呢？我曾经参与过辉宝境内堤坝的维护、宫殿的设计和修筑，以及一些公共设施的整修。你是说，你参与过很多辉宝的大型工程建设？是的，殿下。辉宝一切大型工事都是由石匠会负责的，难道你是辉宝石匠会的人？是的，殿下。石匠会的人自然是精英，但据我所知，前几年修建辉宝剧院时发生了坍塌事故，石匠会全员获罪，都被处刑了。外界传言的确如此。哦，那实情是怎么样的？当时的行政官为了几百金龙的回扣，命令我们更换石料，才导致事故发生。我们向行政官说过很多次，使用这个等级的石料会有结构强度上的风险，可没人听我们的。事故发生后，我们向来调查的大人解释了所有情况，可是那位下令更换石料的官员狡辩说是为了节约，最后他们认为用意是好的，被判无罪，而石匠会却被全员处刑。我在事前听到风声，连夜出逃，来到边陲镇，从此隐瞒身份。既然要隐瞒身份，你现在又为什么要自报家门前来应征呢？因为我有必须站出来的理由。什么理由？对不起，殿下，我现在还不能说出我的理由。殿下，我知道您对我有疑虑，毕竟我违抗调查擅自潜逃，犯下了死罪。可我是真的没办法，不逃的话一定活不到今天。我做了一辈子石匠，一定能符合您的要求，请您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。巴洛夫，你怎么看？回殿下，我认为此人说的大体应该是真的。按法律，他现在应该是一名戴罪的逃犯。不过，殿下您现在所以我觉得用人之际不妨……凡伯特先生，我赦免你的罪，聘用你为大石匠，并且从现在起，你就是行政厅的一员了。让我看看石匠会大石匠的实力吧。我要在这里修一道城墙，从龙脊山脉到赤水河边，全长大概2000尺左右，墙高15尺，宽6尺，可供4人并排行进。怎么样？要怎么做？首先，它需要下挖1人深的沟槽来稳定上部墙体，而且顶部宽6尺，墙高15尺的话，下部宽度则至少要翻倍。若殿下给我150人，我能在3个月内挖好它。城墙上部则需要用坚石砌筑，石料的切割和打磨相当费时，全部完成恐怕需要3年。一条水沟可挡不住邪兽，抵挡邪兽？您的意思是？是的，我要建造一条可以抵御邪兽的城墙，所以它必须在今年邪魔之月到来前完成。有办法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其实墙可以不用砌那么高。
像这样，高度改为12尺即可，宽度也可以缩短1/3，这样底部宽度就缩减到6尺。挖沟槽和砌墙体同时进行，人数增加到200。这样的话，地基差不多有1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挖好。只是什么？砌筑墙体需要大量切割好的石料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我们不可能加工出足够的石料。就算从周边的城镇购买，算上运输的时间，恐怕也是。那么只要有充足的石料，你就能在3个月之内造好城墙，是吗？我想是的，但是……那你不用担心了。你跟我来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哦，是。这不可思议，太神奇了！居然可以结合得这么坚固。有了这个，相当于不用2次切割和打磨，就能拥有任何形状的石料。一旦抛弃费时费力的石料加工工序，任何建筑的搭建速度都能提上一个新的台阶。怎么样？有了这个，能在3个月内完成吗？能。这东西太棒了。殿下，您说它叫什么来着？水泥。水泥，我记住了。我真不敢相信，炼金工坊什么时候研制出这么不可思议的东西。关于水泥的使用方法，我回去写一份详细资料给你。你若还有其他需要，可以跟我的助理大臣巴洛夫谈。哦，是殿下。殿下，其实我还有一件事。啊？什么事？就是安娜。卡尔老师。原来，他就是你之前说过的卡尔老师。是的，好多镇上的孩子都会去他家里上课，他对我们真的很好。不过是给孩子讲故事，认几个字罢了。安娜，我以为你死了。这几天，我一直在做噩梦。你还活着，真的太好了。殿下，感谢您的仁慈。别这样，快起来。殿下，凡伯特先生，对我来说，女巫并不是什么邪恶的化身。我当然也不会按照教会的命令去狩猎女巫。安娜小姐是无辜的，我当然不会伤害她。殿下，我有件事情要告诉您。哦，你说。您还记得我刚才有说过，我来应聘是有自己的理由，当时不敢马上告诉您，但现在我已经确定可以告诉您了。在这个边陲镇上，还有一名女巫。怎么会这样？竟然连娜娜瓦也变成女巫了。想不到，在这小小的边陲镇上，居然有2名女巫。要是放在别处，一定又是一场血雨腥风的狩猎行动。但是现在这位殿下的话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这就是我想请求殿下的事情。殿下仁慈，不惧魔鬼的传言，能将安娜纳入后宫，也是她的福气了。虽然娜娜瓦还小，没法服侍您，可她真的也是无辜的。求求您，求殿下，一定也要救救她。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我救安娜是因为需要她的帮助。我相信，娜娜瓦长大以后也一定能帮助您的。你真的误会了，安娜小姐的工作就是制作刚刚给你展示的水泥。什么？那样神奇的东西，竟然是由安娜。至于你说的娜娜瓦，我想见见她，我可以向你保证她的安全。可以带她来见我吗？好的，殿下，我明白了。对不起，殿下，我真是太感谢您了。走吧，详细的我们回房间再聊。是，殿下。
安娜小姐，这里就拜托你了。是，殿下。殿下，殿下，怎么了，巴洛夫？殿下，我了解您急于见这名女巫的心情，不过这里面恐怕有一件事情不好处理。哦，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这个女孩是叫娜娜瓦·派恩，对吧？派恩这个姓氏并不是一般的平民，而是属于镇上的一个低级贵族，派恩男爵。有这种事？是的，殿下，娜娜瓦确实是提古派恩男爵的女儿。如果被贵族知道，就麻烦了。凡伯特先生，你明天一早带娜娜瓦过来，按正常上课的时间，不要引人注意。是，殿下。巴洛夫，明天娜娜瓦到了之后，直接带她去厨房，提前把那里的人疏散。我会在厨房见她。非常明智，殿下。殿下，派恩小姐到了。没关系的，去吧，娜娜瓦，跟殿下打个招呼。您好，我是娜娜瓦·派恩，殿下。你好，派恩小姐。欢迎你，请坐。去吧，没事的。殿下叫你过去坐呢。去啊，没事的。去吧。派恩小姐，我也叫你娜娜瓦，好吗？这里有点心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娜娜瓦，安娜姐姐，太好了，安娜姐姐你还活着！他们都说你死了，我就知道他们都是骗人的。我好想你啊！殿下，时间紧迫，我马上回宫地去了。我绝不会辜负殿下的期望。安娜和娜娜瓦，就拜托殿下了。好好吃啊，安娜姐姐。我听你卡尔老师说，你也觉醒成为女巫了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又是怎么发现的？能跟我说说吗？大概1个礼拜前吧。我看到一只小鸟摔断了腿，很想帮帮它，然后就感觉有什么从我手心里跑了出来，像团黏糊糊的水，包裹住了小鸟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小鸟就好啦。卡特，哦，是。你马上到镇上去，找猎户买一些小动物来，受伤的、濒死的和已经死亡。各种类型都要节制。是，殿下。娜娜瓦，能够再展示一次吗？你说的那团黏糊糊的水，你不想帮帮他们吗？
它们可真可爱。哇！破损部位可以复原，断肢可以完美续接，但若断肢已经遗失，则无法使其重新生长，以及无法逆转死亡。太神奇了，这种力量。救死扶伤本是我们骑士的使命，可是这样一个小姑娘，却将救死扶伤具象化地展现在我眼前，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殿下，我开始理解您对女巫的做法了。卡特，是殿下。你一会儿送她回去，以后每天白天找机会多接她过来，练习她的能力。为什么不直接留下她？她的能力实在是太惊人了。他们家是贵族，娜娜瓦女巫的身份还没有暴露。如果现在把她接过来，很可能会提早引爆和当地贵族间的矛盾，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。殿下，您说，我们真的可以靠那堵墙和女巫的力量，在这里度过邪魔之月吗？当然，不过仅仅是这些还不够，因为除了邪兽，我们还有更多的敌人。殿下，黑帆回来了。黑帆拦截了金穗城往狼心的商船队，此次的收获非常可观，足够我们武装一整支部队。不错。那个黑帆的船长叫做什么来着？德雷克船长，殿下。封他一个爵士，将这次劫掠的收获全部奖励给黑帆舰队。我相信德雷克爵士和全体黑帆战士都将衷心感谢您的慷慨，殿下。另外，翠鸟那边回信说任务失败了，说是药丸确实混在酒中喝了下去，不过罗兰殿下只是昏睡了一小会儿，而且失败就是失败，我不想听解释。是，殿下。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，随信送点他妹妹的东西过去，让他见机行事。下去吧。是，殿下。对了，那颗药丸是炼金大师恩比瑟提供的吧？当时他怎么说的？入水即化，服之必死。绞死他吧。啊。
城墙的建设非常顺利，范伯特先生说保证可以按时完成。那贸易方面呢？也很顺利，从柳叶镇购买的粮食今天就送到码头了，具体数量嘛，在这儿。您看，殿下，足够我们支撑这个冬天。刨除购买粮食的花销，我们还有一点盈余。殿下虽然有贸易收入了，不过我们的财政赤字仍然非常严重，恐怕不是长久之计呀。现在我们的主要支出可都是从您自己的金库里面出的，照这个速度下去，最多也就支撑到明年春天。没关系，能撑到那个时候已经很好了。再说，我们还有矿石买卖呢。只要修好城墙，让我们在边陲镇站稳脚跟，后续的矿石生产就能得到保障。我倒不是担心这个，殿下，咱们断了长歌要塞的矿石供应，莱恩公爵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万一……进来。殿下，长歌要塞的使者来了。巴洛夫，你刚说从柳叶镇买来的食物已经到了，是吧？是的，殿下。吩咐厨房，就用刚送来的食物，准备一桌最丰盛的菜品。把议事厅打扫干净，我要请客。荷尔蒙先生，不要客气，请。谢谢您，殿下。殿下，您拿着的是？哦，你说这个，我叫它筷子。我的里民用不起银质刀叉，但是像这样的小木棍，既便宜又卫生，材料也简单易得。我打算在边陲镇开始推广。当然，现在的边陲镇没什么好东西可以吃，只好委屈你了。不，殿下您太客气了。这样的餐食，即使在要塞也不是经常能吃到的。这不是为了欢迎您的到来吗？平时我们也不这样的。这些食材都是今天刚从柳叶镇送来的。柳叶镇？是啊。快请吧，荷尔蒙先生，不要客气。有什么事情，吃完再聊。非常感谢您的款待，殿下。我此次代表长歌要塞来到这里，是想说，交割矿石的日期已经过了。要塞早已按照惯例准备好了要送到边陲镇的食物，可是我们还没有收到矿石。是这样的，前阵子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。北面矿洞发生了塌方，矿坑停产了很久。倒了。总之，我们凑不齐约定数量的矿石了，大概只有2个月的产量。矿山的事我听说了，那就先交2个月的份额吧。2个月的矿石换回来的那点粮食，可养不起我的里民。2年前，边陲镇因为粮食不足，饿死了好多人。我不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。和要塞间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，必须废止。殿下的意思是？不瞒你说，我已经把矿石卖给了柳叶镇，并且从柳叶镇采购了足够过冬的粮食。他们不仅愿意用金龙购买矿石，还有意按市场价出售各种商品。但凡能用钱买的，他们都卖。所以，和柳叶镇交易，对边陲镇更有利。又倒了。所以，码头上柳叶镇的船，原来就是……殿下，我明白您的想法了。不过，这似乎有几处不妥。哦，说说看。据我了解，
柳叶镇从未有过矿石买卖，就算答应以货币交易，价格也不会太高。我想，最多也就是市场价的50%。对您来说，这是赔本的，只怕不能长久。贸易是由市场决定的。长歌要塞在西境经营上百年了，只有像要塞这种规模，才有能力消费如此多的矿石。要塞不论是发展前景还是市场规模，都远在柳叶镇之上。所以长远来看，边陲镇要以要塞为主要贸易对象，才更符合我们双方的利益。30%。如果要塞能以低于市场价30%的价格收购矿石，那我们就可以双赢。我早就听说，金银花家族的裴罗·荷尔蒙是一个经商的好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谢谢您的褒奖，殿下。基于你刚才所说的条件，确实会达成一个双赢的局面。不过，你能保证这会是要塞6大家族的一致决定吗？这，我不敢100%保证。但要塞的对外贸易都是我在经营，我会尽最大努力说服公爵大人和6大家族接受这个双赢的结果。我这就回要塞写一份新的合约，然后再来拜访殿下。好，那我就等大使先生的好消息了。殿下，还有一件事，离入冬只剩2个月了。柳叶镇毕竟路途较远，路上容易发生危险，所以，我还是强烈建议您站在莱恩公爵的立场上，慎重地考虑一些实际问题。荷尔蒙先生误会了，我从没想过让我的子民去柳叶镇过冬。那，您是说，也没打算去长歌要塞？我们哪儿也不去。这个冬天，我会建造城墙，驻守边陲镇，让这里成为辉宝王国新的边境线。我明白了。不过，殿下，我最后说一句，您的决定影响着边陲镇所有民众的命运。一旦有所差池，您有退路，他们可没有。感谢大使的关心，我很清楚我的决定意味着什么。好吧，您的条件我都记下了。巴洛夫，按计划把粮食准备好。是，殿下。哦，那小子还说什么了？殿下说，他已将现有矿石以货币交易的形式卖给了柳叶镇，并且从柳叶镇买来了今年全镇过冬的粮食。靠，你买好的山，王子这是什么情况？对呀。还有呢？还有，罗兰殿下说，今年的邪魔之月，他不会来要塞避难，镇民们也不会走。殿下他正在边陲镇修筑城墙。他还说，他还说什么？他还说，他将带领领民击溃邪兽，保护边陲镇，让边陲镇成为辉宝王国新的边境。他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辉宝吗？王子殿下不会以为造城墙和过家家一样，堆几块破石头，铺一点湿泥巴。只怕堆高点儿，立刻就垮了。公爵大人，那王子在诈我们呢。裴罗胆小，被他唬住了。咱们可不能上当。就是，不过也好，他若失败，逃回长歌要塞，自然任我们摆布；若他死在那边，闹剧结束，万事大吉。波利斯，是，公爵阁下。关于城墙，你知道些什么？阁下，前段日子那小子确实是在招聘石匠和工人，不过我以为他只是修缮他的花园什么的，没听说什么城墙的事情啊。
裴罗，那个城墙，你看到了吗？离开边陲镇前，我特意去确认过，在迷雾森林边上确实有人正在修筑城墙。不知道王子用了什么方法，修筑速度很快，但是城墙规模不大。依我看，要抵御邪兽有一定的难度。你的意见是什么？来前面点，来前面点。边陲镇的居民们，我是辉宝王国第4王子，罗兰·温布顿。今天召集大家在这儿，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。就在今天上午，长歌要塞的使者来到了边陲镇，他们是为了矿石交割而来的。大家都清楚，1个月前，我们遭遇了一场不幸的事故，北坡矿洞发生了塌方，直到今天。矿区仍未完全恢复生产，我们已经无法凑齐足够的矿石。我已向使者说明情况，并希望他网开一面，足额足量地拨给咱们过冬的食粮。但是，他拒绝了，没有任何协商的余地。他拒绝拨出足够的粮食，就如同2年前的邪魔之月一样。更糟糕的是，辉宝的占星家告诉我，今年冬天将比以往更为漫长，邪魔之月很可能要持续4个月以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放任事态发展，2年前的惨剧将再次发生，甚至更严重。请大家回忆起来，回忆起来，2年前我们所失去的一切。我们当中，有人失去了朋友，有人失去了爱人，有人失去了孩子。这一次，我们还要失去什么？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？我觉得王子搬出城墙一事，意图还是在贸易上。他是以进为退，最终的目的，应该只是要逼我们用货币和边陲镇做交易而已。罗兰殿下因征王令而被派到边陲镇做领主，这些行动都可以理解。我们也没必要和辉宝王室产生正面冲突。如果我们可以按照殿下的要求，今后以低于市场30%的价格来收购矿石，这仍是笔值得做的买卖。另外，如果他真的能守住边陲镇，对我们同样有利。首先，我们能省下抗击邪兽的巨额支出；其次，要塞到边陲镇之间的这大片土地有了开垦利用的可能性，这些都是您的领地。最后，罗兰殿下不会永远留在此处，征王令只有5年，5年后，我们将得到一个更繁荣的边陲镇，那里的子民也还是您的子民。届时，您将坐拥全辉宝王国第3大领地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要塞今后以低于市场价30%收购矿石，并派人帮助4王子修建城墙，协同抵御邪兽。佩罗，你也太天真了吧！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？有意思。照你说的，一定又是一个所谓的双赢的结论吧？是的。哼，想法是不错。不过说到底，还是商人的想法。商人只看得到利益得失，然而，佩罗，我走到今天的地位，可不是靠衡量利益得来的。
我为什么要和一个不受我掌控的人做生意？在我这里，不听我的话就得受罚。至于边陲镇是繁华是破败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那是我的地盘，谁都别想插手。王子也不例外。大家看，这是我从柳叶镇买来过冬的粮食，就在今天上午已经送到了边陲镇。有面包，还有奶酪、蜜酒、肉干，足足一个冬天的量，所有人都能吃饱。我以温布顿之名发誓，绝对不会再让2年前的灾难重演。但是，这样一来，就等于得罪了长歌要塞。他们威胁我们，不再为大家过冬提供庇护。我告诉他们，今年冬天我们哪儿也不去，我们就在我们的家园，我们就在边陲镇过冬。也许有人已经看到，边陲镇西边，一座坚固的城墙正在逐步建成。我知道有人担心邪兽来袭，我们能否抵挡？而我要告诉你们，邪兽并不比普通的野兽强大。它们虽然皮糙肉厚，但爬不上城墙，也咬不动石头，不过就是群可怜的靶子。我，瑰宝王国第4王子罗兰·温布顿，在此发出最强烈的号召：所有能拿起武器的人，为了保卫我们的家园，为了让我们有尊严地活下去，拿起武器，加入民兵队。所有民兵每个月都会获得25枚银郎。如果有人不幸牺牲，他的家人会得到5枚金龙的抚恤金。告诉我，你们是愿意躲在长歌要塞的窝棚里，窝囊的饿死，毫无尊严的冻死，还是愿意在我的率领下，保护亲人和伙伴，守卫边陲镇，守卫自己的家园，直到最后一刻？您刚才说我们身边的空气是由好多种气体组成的，真的吗？当然，尽管它们看起来是一样的。殿下，我不明白，既然看起来都一样，您怎么知道有不同的气体？让我来证明给你们看。安娜，帮我点燃这根蜡烛。哦，好的。如果我把这个玻璃杯罩上去，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火焰会熄灭。那火焰又是为什么会熄灭？因为杯子里面的空气烧光了。你是说，因为瓶子里没有空气了，所以火焰就熄灭了？是的，殿下。娜娜瓦，你把那边的石灰水倒在这个盆子里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，如果我掀起这个瓶子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这是……如果杯子里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就不会看到气泡和水面的变化。这说明空气中至少含有2种不同的气体。事实上，蜡烛燃烧消耗的只是空气中的一部分，而另一部分是无法参与燃烧的，还使得石灰水变得浑浊。虽然它们一样无色无味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。似乎是这么回事啊。不过知道这些有什么用？如果我们单独使用前一种气体，就可以让火焰烧得更旺，而后一种气体则能让火焰快速熄灭。说得不错。自从人类学会使用火后，就和动物分别开来，而起源或许只是一种偶然，或许是雷电点燃了树木，或许是石头撞击迸发的火星引起了火焰。但是如果没有人注意到这点，没有人去尝试利用它，我们现在或许还和野兽一样。做这个实验是想告诉你们，好奇和思考是人类进步的动力。刚淋了雨，喝点热水吧，殿下。谢谢，卡特。事实上，自然界还有许多这样潜在的力量，等我们去发现利用。它们看似渺小，但是凝聚起来却会产生惊人的力量。我相信女巫的力量也是一样的。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卡特，你负责送娜娜瓦回去。是，殿下。殿下再见。安娜，你也回去好好休息吧。谢谢殿下。啊，对了，卡特，你确认了吗？今天从柳叶镇回来的货里有没有我要的雪粉和冰芒？啊，是的，殿下，我已经派人统计过了。
不过您要这么多血粉和兵芒做什么？我们现在既没有什么庆典，也没有什么好冰镇的东西啊。为了下一个实验。 不要动。别紧张，殿下，我无意伤害你。你是什么人？圣山陨魔眼。 想不到罗兰殿下居然还是位博学之士。你是女巫？是的，您可以称呼我为夜莺。夜莺，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？首先，我要感谢你，罗兰·温布顿殿下。感谢？为什么？因为安娜和娜娜瓦。 你知道安娜和娜娜瓦的事情？我是听说这里有女巫被捕，所以打算来营救的。让我意外的是，您并没有处死那个叫安娜的姑娘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都在观察，也知道了娜娜瓦的事。虽然我不知道您为何对女巫没有恶意，不过我还是要代表共助会感谢你。你说，你已经在我的身边潜伏1周了。哎呀，这样说话好累啊！您不应该请女士坐下吗？啊，怎么，我长得很可怕吗？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吗？你果然不怕我。我能从人们眼中看到对女巫的恐惧，而你的眼中只有好奇。我在1周前就到了这里。 一直都潜伏在您身边，您的所作所为我都看到了。那，你现在现身出来，是要做什么？刚才您的侍女长进来，帮您倒了一杯睡前红酒，然后在里面又加了一点料。你是说T2？他在我的酒里下了毒？看来您的后宫。 也并不算安全。我可没碰过他。也就是说，你救了我，我向你表示感谢。没什么，一命换一命。您救了安娜，我就帮您解决一个内奸，这样我们也就不欠你什么。 我要带安娜和娜娜瓦离开这里。你要带他们走？是的。去哪儿？回共助会，那里才是女巫该去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只有在共助会，女巫才不会被歧视，不会被迫害，也无需伪装自己。在我这里，他们一样不会遭到迫害。我给了他们平等的契约，给他们高额的薪水，他们在这里很好，你应该看得到。您是为女巫做了很多，但有一件事。 是您做不到的，您无法带领他们
找到圣山。圣山？是的，只有在那里，女巫才能获得永恒的安宁。我的人之前在北面山林里发现过女巫的踪迹。你们是想在绝境山脉中寻找圣山吗？无可奉告。既然如此，我是绝不会答应的。2个月后就是邪魔之月了，群山之中又是冰雪又是邪兽，我不会让安娜和娜娜瓦以身犯险。要不这样好了，圣山什么时候都能找，你们干脆都来边陲镇过冬吧。等冬天结束了再去找也不迟。您说，把共助会带到边陲镇来？您真是有趣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殿下，就算您不怕女巫，可害怕女巫的人太多了。女巫一旦暴露，教会很快就会找上门来。您为什么宁愿冒这么大的风险，也不愿让他们走？因为他们对我很重要。既然如此，您一定不希望安娜有生命危险吧？你说安娜会有生命危险？是的，这就是我为什么必须带她走。安娜要成年了，成年夜是所有女巫要面临的第一道鬼门关。大多女巫都会在邪魔之月觉醒，也就是相传地狱之门开启的日子。成年是女巫的一道分界线，18岁后仍未觉醒的女子基本不会再有可能成为女巫，而18岁之前觉醒的，则每年都会在觉醒之日遭受邪魔尸体的痛苦，每根血管和筋腱都胀痛难忍，到最后，皮肤会渗出血液，眼珠会突出眼眶。如果能熬过去，休息4、5天，身体会缓缓恢复。但坚持不下来的，都会在这番折磨中死去，而且死状惨不忍睹。血水夹杂着内脏从身体孔洞中喷出，遇到空气会化作阵阵黑雾。最终，当所有能喷的都喷出后，地上只剩下一层焦黑的表皮。许多女巫都会死在成年这一天，这便是我们被视作魔鬼化身的证据。安娜她马上就要成年了，在共助会里，我们知道怎么照顾她，活命的几率会大得多，而圣山也会给我们带来永恒的安宁。因此，我必须带走安娜和娜娜瓦。或许他们对殿下您的宏图大业不可或缺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给他们一个活命的机会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同意你带他们走，我带你去找他。感谢您的理解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谁啊？是我，安娜小姐。这么晚了，真不好意思，有重要的事情需要找你聊一下。殿下，你们说的我都明白了，谢谢你夜莺，谢谢你来救我。但是，我不走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留在这里。安娜，你还是不了解魔力尸体有多可怕。你的魔力已经趋近成熟，一旦受到邪魔之月的影响，我不在乎，邪魔尸体杀不死我，我会战胜的。我只想待在殿下身边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也暂时留下来好。怎么？您刚才不是还想让共助会都来边陲镇吗？我有经验，等到成年之日，我好歹能帮上点忙。假如
你没能挺过去，我也有处理后事的经验。我一定能挺过去。接下来这段时间，打扰了。那我也先走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是，殿下。早上好，殿下。啊，卡特，早上好。有什么事吗？您的侍女长提尔昨晚死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，卫兵发现她从房间阳台摔了下去，现场没有打斗痕迹，也没有外人进出，所以应该是一场意外。哦，那好好安葬吧。是，殿下。去吧，我吃过早饭就去开例会，你们在办公室等我。好的，殿下。早安，殿下。是你干的。既然要在殿下您这里蹭几天饭，自然要帮殿下解忧嘛。知道是什么人派他来的吗？其实我也没下死手，他牙齿里藏了毒药，见到我就自杀了，我只好伪造成一场意外。看起来有人绑架他妹妹作为人质，派他来杀我。应该是我的兄弟姐妹派过来的吧？贵族间的亲情一向如此。算了，您快去开例会吧，别让人家等急了。可是我还没……殿下，您没事吧？是不是这几天有点累了？啊，没什么，肚子有点饿而已。饿？殿下，您刚才不是……我没事。好了，我们开会吧。好的，殿下。这次和柳叶镇的矿石交易，由于是按市场价50%卖的，我们只赚了200金龙，除去购买食物和城墙施工的花销，还剩下90枚。虽仍不宽裕，但过冬应该不难。可是您昨天宣布了召集民兵队，这部分支出就只能从您的个人金库出了。卡特，招募民兵队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这应征的人是很多，计划招募的100人队基本上都招满了，只是这支部队的训练和指挥都很成问题。我们不可能指望这样一帮工人和农民抵御协少，他们甚至连剑都不会握。你的意见是，我们需要骑士。我知道殿下也许不喜欢当地那些贵族们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去争取一下包利斯男爵和骑士们的支持。请殿下允许我去见包利斯男爵，这事关边陲镇的安危。我想，我们是有机会征召他们参与战斗的。我明白了，卡特。你去约一下包利斯男爵，就说我明天上午会去拜访。是，殿下。谢谢您的理解。殿下，您认为包利斯男爵会帮助我们吗？90%不会的。卡特是一名忠诚的骑士，我同意去，是为了照顾他的情绪。卡特在政治上也许是太天真了，不过在军事上，他说的也是事实。殿下，您的皇后已经被吃掉了，骑士身陷重围，宰相独木难支。
仅存的成兵再被吃掉的话，你又凭什么取胜呢？你过于关注那些诱饵了，巴洛夫。真正能帮我取得胜利的，是这些拼尽全身力量冲到最后的人民。可是，就算你现在有人民的支持，可他们一无战斗经验，二来手无寸铁呀。他们一定会得到充分的训练，而且他们也不会手无寸铁的去战斗。好，现在像这样，看到铁管中间的缝隙了吗？嗯。现在尽可能把火焰集中到一点上，越细越好。顺着这条缝隙，慢慢的一路烧过去。再努力收回来一点，让所有的温度都集中到指尖上。集中，再集中一点。就这样，没错。慢慢的，啊，顺着这条缝隙，对，烧过去。再慢一点，稳住，啊，稳住。你做到了。安娜，殿下，你看，安娜，这是我们今天一下午的成果，多亏了你。殿下，这究竟是什么呀？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这东西将会打开新时代的大门。晚上好啊，殿下。你怎么像个跟踪狂一样？您真的很让人好奇，而且既然我留下来，就要保护您和安娜的安全。万一还有刺客怎么办？那我还要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再说我已经拿到谢礼了。哦。您今天让安娜做的就是这个东西吧？你从我办公室拿走的？我只是觉得这东西也许有用。共治会里也有会使用火焰的人。随便你拿去好了，我可以再画一幅。您对安娜确实很好，她也很信任您。我已经记不清信任和被信任的感觉了。鲍里斯男爵的家就在镇子最西边，您保证一眼就能认得出来。在边陲镇上，他的房子绝对算得上豪宅了。哦，据说是请了辉宝的设计师，用了上好的木材和石材建造的，即便是放在辉宝，也绝不逊色。他逢人便吹牛说，他的房子价值150枚金龙。那我倒是要好好见识一下。殿下固守边陲镇的勇气和魄力实在令人佩服。您有难处能想到咱们，是咱们的荣幸。只是不知殿下想要我们做什么？民兵团现在缺少教官、必要的武器和有经验的战斗人员。我希望卿等可以响应我的号召，领着手下的骑士们共同保卫边陲镇。原来如此。说起来，殿下能亲自来求我们帮忙，照理说是责无旁贷的。不过嘛，真不巧啊，我手下的骑士们刚刚打了一场猎，现在很疲惫。再说和邪兽交手的事情凶险得很，我不能派他们去送死啊。殿下召集民兵，想必也是需要军费的吧？所以，为了表达对殿下的支持，我们商议了一下，我们几家共同出一点军费来资助殿下的行动，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，请殿下1枚金龙效纳。你们卡着。
你们的好意，我接受了。殿下，那么今天就打扰到这里了。腿脚不方便，我们就不送了。殿下，对不起，是我让殿下蒙羞了。虽然我知道他们可能不会帮忙，可谁会想他们竟然如此，简直侮辱骑士的忠义之心。不要在意这些，卡特，我早就料到是这样的结果。至少这一枚金龙也够卡尔先生1个月的工钱了，而且这也让我们明白，要想在这里立足，我们不能依靠贵族。可是，如果不依靠贵族和骑士们，如何训练那只乌合之众？我自有办法。哟，班纳！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不是也来了1个月25枚银狼海管饭，不来是傻子。再说了，咱不过是给骑士老爷们打杂来，还真能上战场不成？看情势不对我就跑，跑得过你就成。说起来，你要是倒霉挂了，你镇上酒馆那个相好的姑娘怎么办？哎，对对，那个叫薛丽尔的姑娘。废话，老子才不会死在这里呢！明年我就跟她求婚。这不是来赚点钱吗？要不拿什么娶老婆呀？你要是挂了，抚恤金更多。呸！我才不会那么傻呢，那不便宜别人了吗？别傻了，能拿到报酬就不错了，还抚恤金呢。30枚银狼不够你娶老婆的。安静！所有人立正列队，瑰宝王国第4王子罗兰·温布顿殿下到。首先，我要感谢大家勇敢地站出来，为保卫我们的家园奉献力量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就成为边陲镇民兵队的一员了。在接下来的1个半月里，你们将接受严格的训练。当然，严格的训练就会有相应的回报。如果你们可以通过训练，那你们就会获得奖励，奖励就是今天的午餐每人加1个鸡蛋。下面，让我来介绍你们的队长。
我相信你们大家都认识他。铁斧是最优秀的猎人，他愿意为保卫边陲镇而战，我在此对他表示感谢。我也以罗兰·温布顿之名向大家许诺，凡是训练成绩优异或是在战场上英勇奋战者，不论出身，我都将授予他官职。好了，铁斧，开始训练吧。是，殿下。全体注意，下面开始进行第一项训练内容。站军姿，所有人按照我的姿势保持站立2刻钟，只要可以坚持2刻钟不动，午餐每个人就可以加1个鸡蛋。挺胸，抬头，提臀，收腹，双手垂直，贴近大腿2侧。这么累呀！一动也不准动，维持2刻钟。坚持住，烦呐！再坚持1小会儿，就能吃到鸡蛋了。时间到。我们做到了！午餐有鸡蛋吃了。我有1年没吃过了。管娜，你没事吧？没想到只是站着，都比做碎石匠累。第1轮训练已完成，所有人都完成了训练任务。Cut。是，殿下。怎么了？不会变卦了，不给鸡蛋吃了吧？你想什么呢？王子答应过的，怎么会反悔呢？嗨，贵族老爷的话，那还不跟放屁一样？王子总不会说话不算话吧？说起来，这个王子很奇怪啊，他居然让铁斧来当队长。他可是一个沙民啊，他们贵族不是很讲究血统吗？铁斧这人还不错了，镇上的猎户就属他本事最大。唉，有时候也真羡慕沙民，有这么一副身板子，站多久也不愁啊！哎，别吵了，看，那个骑士老爷回来了。罗兰·温布顿殿下口谕，大家做得很好，辛苦了。今天的午餐，每人加1个鸡蛋。安静！下面殿下还有指示，接下来是第2轮训练，继续站军姿1小时。如果还是没人动，全员午餐再加1个鸡蛋。2个鸡蛋！啊，我的天！2个鸡蛋！但是，只要有1个人没坚持住，那么训练就算失败，全员都不会得到第2颗鸡蛋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贵族老爷的恶搞游戏？可是，只要有1个人没坚持住，我哪知道别人能不能坚持住啊？怎么样，凡娜，你还能坚持1次吗？为了第2个鸡蛋，老子拼了！看来你有话对我说啊，卡特。没关系，说吧。殿下，我不会违背您的决定。但是，这群人都是乌合之众。我见过太多次了，上了战场，他们比谁跑得都快。而且，现在的训练，说实在的，我也不明白到底有什么意义。我们总不能只靠站着不动来打败邪兽吧？现在贵族和骑士们不站在我们这边，我本想拼上这条命，至少教会这些人拿剑。而且，您真的要这个沙民来做队长吗？他不属于辉宝，甚至不属于大陆王国。用你的方法，2个月里能把他们训练成对抗邪兽的战士吗？这不能。
以我的经验，起码要5年。若想要达到骑士标准，还要5年。所以，我并非以战士或骑士的标准来训练他们。我很清楚，仅仅2个月我能做什么，也很快就会见到训练成果的。是，殿下。至于铁府的事，女巫也不属于辉宝，但他们都属于边陲镇。再说，这里还不是由你看着的吗？比起沙民，你还是多关心下这个。是。这是之后的安排，以后的训练要严格按此执行。是。殿下，这跑步集合我都能理解，可这最后一条，难道您还要让他们读书识字？能尽快让他们读写命令即可。这部分我会亲自跟卡尔说明。可是，这对战斗毫无帮助啊！谁说的？一支善于战斗的队伍，必然是支有文化的队伍。这是历史总结的经验。排好队领取午餐，谁也不许抢，保持秩序，每个人都有份。每天都有这么一顿，再干几个小时也值啊！可是这样还好，不知道这位王子殿下还会有什么花样。管他的，有的吃，要干什么都行。下午的训练从露时开始，直到太阳落山，所有人围绕边陲镇慢跑3圈，必须全员完成。明白了。倘若有人掉队呢？他们可以互相帮助，搀着、拉着、背着，不论用什么方法，都必须要全员完成。这是王子的命令。如果所有人都能完成训练，那么晚餐每人再加1个鸡蛋。听起来不错。祝你们好运。啊，对了，吃完晚饭，我建议你们早点睡，能多睡一会儿是一会儿。今天他们会睡得跟死猪一样，是吗？我建议你们最好不要睡得太死。下午的训练内容是从露时开始到太阳落山结束，围绕边陲镇慢跑3圈。你们可以互相帮助，搀着、拉着、背着。中途实在跑不动了，哪怕是休息一会儿，也必须坚持继续跑完3圈。如果所有人都能在太阳落山前完成训练，那么晚餐就再加1个鸡蛋。如果有1个人没能按时完成训练，那么全员都得不到这第3颗鸡蛋。中午好不容易吃到的鸡蛋，其他人都已经跑过去了吗？可恶！哎呀，好想吃第3颗鸡蛋。可恶！站起来呀！烦呐！烦呐！烦呐！怎么样？所有人都完成了吗？报告，清点过了，还差3个人。你们看，他们回来了！啊，回来了！回来了！来了！哎！
终点了，全员都到达终点了，可以认定，全员训练完成。今天的训练完成的不错。今天晚上还有一次训练。还有一次训练？要好好的睡一觉。晚上训练什么？紧急集合。晚上好啊，殿下。你也太辛苦了，到现在刚回来还要办公。我趁热帮你把培根吃掉了。没人教过你在王子面前要注意形象的吗？我记得最开始你还挺守礼仪的。像这样吗？不过，你明明要人准备了2人份的晚餐吗？难道不是为我准备的吗？听说民兵队的开销都是您自己掏的腰包。只要能保住边陲镇，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。那您又为什么要教他们读书写字呢？文化教育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何而战。也许现在还表现不出来，但这对未来的战斗很重要。为何而战？他们不是为了吃饱肚子而战吗？眼前是的，但是我必须教会他们，战斗真正的意义是什么。你们呢？女巫共筑会又是为何而战？我们只是为活命而聚在一起的一群可怜人，哪有心思想这些？只是活下去就已经很累了。殿下，这就是您说的新武器？这是一种可以远程击杀敌人的武器，叫做火枪。昨天铁匠铺刚刚装好的。远程武器，像弩箭那样的吗？射速比十字弩和弓箭会慢，但胜在射程和威力。我给你们演示一下用法。哦，殿下，这不就是血粉吗？是，但是又不完全是。我用冰芒调整了它的成分比例，可以说是血粉的加强版。我称呼它为火药。现在你们照我说的做，用牙咬开纸包，撒一点火药到托盘上，盖好盖子。剩下的和弹丸一起装进枪管，用通条储实。拿起枪，对准我们的目标，用肩膀顶住枪托。
好了，注意，现在不要扣扳机。看到枪管上的准星了吗？身体挺直，一点点把手指放到扳机上。注意射击的时候后坐力很大，一定要站稳了。瞄准，开火！这威力太惊人了！如果当年能有这样一把武器，我那些同伴……殿下，这东西的产量，目前只有这2支。我已经吩咐铁匠铺加工加点，赶在邪魔之月之前，应该还可以再生产2支。哦，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这是一把威力强大的武器，强大到可以改变很多现实。然而，再强大的武器，终究只是工具。对你们来说，最强大的武器，永远是信赖和忠诚。强大的战士才能驾驭强大的武器，它是交给你们使用的，不是用来取代你们的。卡特，铁斧，用它保卫边陲镇，保卫我们的人民。是，殿下。哦，非常精彩，大人。我听说那小子到你那儿登门拜访。是的，大人，他想要征召我们为他卖命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他现在还有什么动静吗？大人，我都派人打探清楚了，城墙确实快建好了。听说是用了一种辉宝那边的炼金药粉，使得建筑速度变得飞快。另外，他招募了一帮民兵，既没有武器，也没有骑士，天天在那儿瞎折腾，还喂这帮人吃鸡蛋，简直笑死个人。他们有鸡蛋吃？是的。这小子从柳叶镇买来了过冬用的粮食，都存在他的城堡里。大人，这小子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依我看，等冬天到了，有他哭着来求大人您的时候。你是说，他现在有城墙，有军队，还有粮食？是大人。鲍里斯，也许就像你说的那样，他的城墙脆弱不堪。他的军队不堪一击，他的粮草也有限。不过，我绝对不会给他任何一点机会。1、2、1，1、2、1，1、2、1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1，1、2、3。真想不到，民兵队居然也有模有样了。铁斧还挺有本事的。布莱恩，我觉得你应该加入民兵队。你说什么？你本事大，剑术、骑术都很好。我相信，如果你加入民兵队，你不会比铁斧差的。我相信，以你的本事，一定能获得王子的赏识。你不是一直想成为骑士吗？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。四王子殿下看起来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。那我们一起去参加民兵队吧，然后一起成为殿下的骑士。我不行了，
我现在挺好的，能和你一起保护这里，挺好的。走了，巡逻了。还是你先去，我再练2天。你自信一点。你们怎么都没有睡觉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队长，有事情商量。我有桩好活介绍给你们，你们想不想被册封为骑士？骑士？你们知道我叔叔吧？他是公爵大人的亲信，这桩活是他亲自交代我的。他说四王子对公爵大人不敬，这让公爵大人十分不高兴。他要让四王子认清谁才是西境的主人。难道你们打算刺杀？怎么可能？他再怎么说也是王子，杀了他，公爵大人也脱不了干系。我说了，这是桩好活。你们觉得目前对四王子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粮食。没了粮食，他就只能乖乖回要塞。你的意思是，公爵大人允诺，只要我们烧掉粮仓，他就册封我们为骑士，并将要塞东边的封地划分给我们。多好的机会呀，队长，你说呢？不行，殿下说了，今年邪魔之约可能要4个月。你们把粮食烧了，大家吃什么？2年前的事，你们忘了？谁在乎？我们又不是边陲镇的人，只要烧了粮仓，就能去要塞过好日子了。就是，难道你们想在这鬼地方吃一辈子矿渣吗？哼！可是那些粮食，在王子殿下的城堡里，凭你们几个，又怎么可能进得去？所以我才要叫上你呀！我记得听你说过，后山沟里有一处废弃水井，和城堡下方的水道相连，通过它便可以悄无声息地直达城堡花园。你小时候不还爬进去过吗？怎么样，跟我做上这一笔，你今后也能成为骑士了，还是公爵大人亲自册封的骑士哦。
一群疯子！骑士应该勇于和不公平斗争，不为强权保护弱者，为私人恩怨不顾民众死活的人，不配做骑士。我绝不允许你们这么做。布莱恩，我们。灰狗，灰狗，灰狗！现在明白该怎么做了吧？走吧，队长大人。我叫灰狗，我跟你一起加入巡逻队。布莱恩，我也被选为队长了，咱们一起去点烽火台。我相信，以你的本事，一定能获得王子的赏识。你不是一直想成为骑士吧？能和你一起保护这里，挺好的。什么玩意儿？管他的，别发呆了，走。快，过来！你不是来过吗？仓库在那儿。穿过前面的门，转个弯就是厨房。仓库应该就在厨房的地下吧？我警告你，别耍花样，走。找死！那我们一起去参加民兵队吧，然后一起成为殿下的骑士。耶！灰狗，让我为你复仇！你不是巡逻队的人，你是什么人？毒蛇大人，多亏你出手。废物，这么多人都搞不定一个，还要我出手？你就是长歌要塞那个有名的骑士毒蛇，是莱恩公爵派你来的。没错，而你会死在这里，成为放火烧粮的凶手。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
知道伤到我的代价。做得利索点，别忘了我们的正事。是。相信我，你会死得很痛苦。对不起，灰狗，没能成为骑士，也没能替你复仇。喂，在别人家里打得这么热闹，只怕不太合适。什么人？从阴沟里溜进来的老鼠，把你们的脏手从我的小鱼干上拿开！你醒了，殿下。不要动，你的伤还没完全好。殿下，我这是……你的事迹我也知晓了，布莱恩。你救了边陲镇的粮食，也是边陲镇的英雄。我代表整个边陲镇的居民，向你表示感谢。殿下，不，我的朋友灰狗才是真正的英雄。我明白，希尔斯梅德，也就是凶巴，一进刑房就交代了所有的罪行。你放心，灰狗会得到一个合乎他身份的葬礼，他的家人，我也会妥善安置，今后不用再为生活担忧。谢谢你，殿下。殿下，凶巴他还活着。我们抓住了2个活口，一个就是凶巴，还有1名长歌要塞的骑士，他们都已经招供了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以温布顿之名向你保证，凶手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巡逻队的工作我已经安排其他人去做了，等到邪魔之月结束，我将会为你举行册封礼。殿下，您的意思是？是的，布莱恩，你将成为我的骑士。您刚才说要惩办凶手，不过这恐怕不那么容易。怎么了，巴洛夫？这件事肯定和长歌要塞的莱恩公爵有关。那个断掉手臂的人，是莱恩公爵身边的骑士，绰号叫毒蛇。还有那个叫希尔斯的家伙，虽然只是个平民，但是他远房叔叔就是包利斯男爵，多少也是有一点贵族的关系。他们此次联手来烧粮，定然是莱恩公爵的命令。这些人闯入殿下的城堡，还意图烧粮，按理是要处以极刑的。但是不论是要塞的骑士，还是男爵的亲戚，都是可以花钱买赎罪券的。而且，如果他们真是公爵派来的，公爵必然不会坐视不管。你的意见是什么？依我看，不妨静观其变。他们行动失败了，要塞应该马上就会有动作。殿下，包利斯男爵求见。卡特，去把娜娜瓦接来，为布莱恩治伤，注意避人耳目。是，殿下。您好，殿下。卿此次前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说吧。殿下，我想替我的侄子冒犯了殿下而向您道歉。你的侄子？是的，殿下。希尔斯是我的远房侄子，他是个本分尽责的巡逻队员。听说他昏了头，竟然在巡逻队长的命令下潜入殿下的城堡，做出这种傻事。我回去
定要好好责罚他。我这几天又筹了一些金龙，我给殿下带来了，作为他的赎罪金。另外，我听说一起被捕的还有一位骑士，这位骑士是长歌公爵的侍卫队长，这次不知道怎么竟然也被卷入到这场意外中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这次也想一起替他赎罪。这里有50枚金龙，还请殿下高抬贵手。卿是想说，此次暗杀事件是莱恩公爵安排的？啊？不，莱恩大人对此事毫不知情啊！是吗？也就是说，此次行为完全是公爵大人的侍卫长的个人行为。是的，公爵大人忠于辉宝王室，绝不会允许此类行为的。我选择相信公爵大人的忠诚，同时也理解卿爱惜子侄的心情。我会将此事件视作他们的个人行为，到此为止。感谢您的理解，殿下。那我是不是可以？那么，作为对公爵大人忠诚的回报，我将来替你们清理门户。巴洛夫。是，殿下。长歌要塞所属骑士毒蛇，伙同边陲镇巡逻队员希尔斯梅德，绰号凶巴，谋杀同伴，潜入宫殿，企图暗杀辉宝国第4王子未遂，证据确凿，判处绞刑，立即执行。绞刑？这……可是殿下，以神的名义，贵族的罪是可以赦免的。如果赦免他们是神的旨意，那我就送他们去见神好了。还有，卿作为本镇的地方官，请务必参加，共同见证法律的公正。今天，我们处死了2名罪大恶极的犯人。昨天夜里，他们试图刺杀我，还带人潜入粮仓，打算烧掉大家过冬的粮食。但所幸被布莱恩和灰狗及时发现，多亏2人的顽强抵抗，我们的粮食才没有被烧毁。然而，他们一个身负重伤，另一个则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。有的人的死轻如鸿毛，有的人的死则重如泰山。恶人既已得到严惩，英雄的牺牲更应得到大家的尊重和悼念。我会封2名英雄为骑士，并且为灰狗先生举行盛大的葬礼。谢谢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如果这批粮食被烧毁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没什么，我在你这里蹭饭嘛，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。没想到你身手这么好，卡特今天追问了我好久，是不是私底下有股神秘的高手？你怎么说的？我说，那位神秘的高手还不能露面，等到时机成熟，我再告诉他。我并不比你的首席骑士更厉害，只是有点属于女巫自己的防身小技巧吧。之后类似的事件也许会越来越多。你干脆正式留下来，当我的暗卫。我给你1个月2枚金龙，做午休2，带薪年假怎么样？啊，带薪年假？就是每年都可以有几天边休息边拿薪水。您说的我不懂。殿下，您今天以神的名义处死了那2个人，他们是骑士，是贵族的亲戚。然而，您又违背了神的意志，救下了安娜，保护了娜娜瓦。神对您来说，究竟是什么？狩猎女巫的不是神，而是教会。你我都知道女巫是无辜的，所以我救下他们。无论是骑士还是贵族，犯罪就是犯罪，就自然要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区别在于，法律是为了保护谁而制定的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有多少神是被不同的人信奉？
就有多少罪恶是以神的名义进行的。我只是在为我的人民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。我相信真正的神可以理解我的行为，若他不理解我，则他就不是神。灰狗，我来看你了。我实现了梦想，待到邪魔之约结束，四王子殿下便会为我举办册封礼。说起来，你还不知道，殿下告诉我，是女巫用神奇的力量救了我。